一点国际，北京时间10月15日凌晨讯，据白宫官方网站报道，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发文证实，小儿子巴伦·特朗普之前也确诊新冠肺炎，但没有症状，目前已经转为阴性。据闪电新闻消息，今晚青岛市召开疫情防控情况新闻发布会，针对网上传播的钟南山院士到青岛协助疫情防控的消息，青岛市委常委、副市长薛庆国现场辟谣，钟南山院士没到青岛，但其他大腕来了不少，都是全国顶尖的权威专家。一点资讯官方播报，据国家卫健委消息，截至今日6时，现存确诊病例440例，现存疑似病例5例，现存重症病例4例，累计确诊病例91388例，治愈病例86202例，死亡病例4746例。一点资讯官方播报，界面新闻消息，据物理学家组织网近日报道，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最近公布了其阿尔忒弥斯登月计划的最新安排。2024年将宇航员送上月球，分3步走，整个任务将耗资280亿美元，其中160亿美元用于研制登月舱。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将这一登月计划列为优先发展事项。一点资讯官方播报，环球网消息，就在美国大选前，台海局势空前紧张之际，日本媒体惊爆白宫为反制大陆趁美国总统大选前的空档攻击台湾，总统特朗普选前将闪电访台并承认台湾，民进党当局则连忙否认。一些台媒14日转载了日媒的报道，日本西刊富士声称，特朗普政府打算推翻一个中国原则，突袭式访台并承认台湾，或可能由副总统彭斯、国务卿蓬佩奥代行，且欧盟及盟国已经同意美方的行动。报道称，北京打算趁美国总统大选混乱之际，对台湾发起突袭强攻，发起日代号为 X Day。为此，美国、日本将于10月26日至11月5日在冲绳海域发起大规模联合军演，加拿大也将参与。预计日本动员自卫队出动3.7万人，船舰20艘，战机170架，美军则出动约9000名官兵，加拿大海军一艘护卫舰将参与。青绿的《自由时报》14日称，西刊富士为产经新闻社旗下晚报，撰写此文的是资深记者加贺孝英，他以撰写大量独家新闻知名。不过，上述报道并未获得证实，也未见主流外媒报道。一点资讯官方播报，环球网消息，据美国媒体14日报道称，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网站发表文章，详细介绍其确诊新冠后的经历，同时也透露，她与特朗普的儿子巴伦·特朗普也曾确诊新冠，在经过隔离治疗后，目前梅拉尼亚和巴伦的病毒检测结果均为阴性。当地时间14日，特朗普在前往爱荷华州参加竞选集会时，被问及此事时回应称，巴伦很好，随后便表示自己将前往爱荷华州参加集会，并且集会规模很大。据江苏师范大学消息，14日，江苏师范大学发布通报称，2019年8月21日至2020年10月12日期间，江苏师范大学课文学院潘安湖校区陆续发现在校学生肺结核病例22例。目前，22例患者已休学进行规范性治疗。9月11日至17日，潘安湖校区全体师生及后勤人员进行了结核菌素试验筛查、胸片检查，经重点 CT 筛查，共发现43名学生胸部 CT 影像异常，需进行进一步诊断排除。检查后，43名学生单独隔离进行医学观察。10月14日，除4名学生由家长接回家庭所在地专门医院诊疗外，其余已在学州市传染病医院住院进一步诊断。一点资讯官方播报，券商中国消息，一直都在猜华为之后谁将成为美国下一波攻击的中国科技巨头，这个角色逐渐清晰，阿里有浮出水面的意思。北京时间今天早上，路透社独家报道，特朗普政府考虑将中国蚂蚁集团加入黑名单。2名知情人士说，在这家金融科技公司计划公开上市之前，美国国务院已经向特朗普政府提交了一项提议，要求特朗普政府将中国的蚂蚁集团加入交易黑名单。报道称，目前尚不清楚何时决定是否将公司添加到所谓的实体清单中，美国政府机构将对此事进行审查。国庆期间，
彭博社曾报道，特朗普政府正在探索将蚂蚁集团和腾讯控股的支付系统进行限制，原因是担心他们的数字支付平台威胁着美国的国家安全。而就在前天，媒介也传出蚂蚁集团上市可能有变。对于上述事件，蚂蚁方面皆有回应。一点资讯，官方报告。环球网消息，2020年10月14日0至24时，我市新增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1例，系9月24日发布的大港公司无症状感染者转归新增确诊病例董某某，男，40岁，青岛港大港公司装卸工人。9月24日确定为无症状感染者。10月14日，结合临床表现及实验室检测结果，专家组确诊为普通型病例。据中国新闻网消息，11日，山西省运城市康节中学部分学生出现发烧、腹泻症状，疑似食物中毒，排查诊治39人。14日，校方回复称，学生已全部返校复课。据环球网消息，2020年10月14日，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主持例行记者会，以下为部分实录。路透社记者称，美国白宫正推进对台军售计划，并在周二告知国会将对台出售无人机和其他海岸防卫装备。外交部对此有何评论？赵立坚称，中方一向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昨天，我已就此重申了中方有关立场。据新闻晨报消息，近日在黑龙江讷河，民警接到张某报警称他参加装身本，但无法查询录取情况。民警调查发现，张某填报志愿被人删除，密码也被篡改。经查，张某的舍友刘某有重大嫌疑。刘某因记录张某的成绩好，将其填报志愿删掉。根据有关条例，刘某被警方处以行政拘留10日。一点资讯，官方报告。IT 时报消息，南京要建立国内首个芯片大学。近日，南京集成电路产业服务中心主任、东南大学首席教授石龙兴在一次以产教融合、持续培养集成电路产业人才为主题的演讲中提到，南京将建立一所南京集成电路大学，统称芯片大学，解决集成电路人才短缺的问题。但此后有媒体称，并没有从官方获得更加具体的消息，怀疑是假消息。芯片大学是货真价实的，最快可能在月底正式挂牌。在10月14日召开的第18届中国国际半导体博览会上，南京集成电路产业服务中心副总经理吕慧君向 IT 时报记者证实，南京集成电路大学的成立板上钉钉，但它并非传统意义上的高校，而是由政府搭台成立的一座特殊学校，旨在集合产业和高校资源，培养专业集成电路人才的创新型产教融合平台。一点资讯，官方报告。环球网国际消息，曾密谋绑架密歇根州州长惠特默的美国民间武装组织的目标不止一个。据《纽约时报》13日报道，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当天表示，反政府民间武装组织金刚狼守望者也曾把包括弗吉尼亚州州长诺瑟姆在内的多名官员列为可能的下手目标。报道称 ，FBI 探员理查德·查斯克在密歇根州大激流城地方法院举行的听证会上表示，诺瑟姆与其他多名官员因实施严格的封锁防疫措施，被民间武装组织视为绑架对象。他说，几个月前，一些嫌疑人在俄亥俄州的都柏林市举行了一次会议，他们可能会绑架一位现任州长，尤其是密歇根州和弗吉尼亚州的州长，并将其赶下台。不过，其中一名参会人员基于对该组织发展方向和潜在暴力的担忧，向政府部门进行了报告。诺瑟姆以正在进行的刑事调查为由，拒绝发表评论。13日当天，其办公室发表声明称， FBI 在整个调查过程中向州长安全团队的关键成员发出了警告。上周 FBI 在戳破民间武装组织密谋绑架惠特默，甚至发动内战的阴谋后，逮捕了13名男性，包括金刚狼守望者的7名成员。据环球网消息，据台媒刚刚消息，台湾防务部门今天14日称，一艘美国驱逐舰由南向北航经台湾海峡后继续往北行驶。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台湾防务部门声称，美舰经台湾海峡北驶期间，台军全程掌握周边海空域相关动态，状况均正常。报道提及，根据台防务部门公开记录，今天14日是美国军舰今年第10次航经台湾海峡。一点资讯，官方报告。
环球网消息，10月14日，泰国曼谷再次爆发反政府示威集会，以青年学生为主的示威者聚集在曼谷民主纪念碑附近，并与一部分支持政府、拥护王室的保皇派激烈对峙，甚至发生了小规模肢体冲突。下午3时许，示威者开始游行至泰国总理府附近，要求泰国总理巴育下台。泰国警方称，当天派出了约 1.4 万名警员，警员人数多过示威者，各方基本保持克制。法新社记者称，现场至少有1万名示威者。据一点娱乐消息，2020年10月14日晚上6点，第13届金鹰奖金鹰女神投票结束，官宣金鹰女神就是宋茜。在微博投票通道，谭松韵获556223票，宋茜获414756票。在芒果 TV 投票通道，宋茜获2656284票，谭松韵获1165709票。根据本届金鹰女神投票规则，双端票数累计第一名为本届金鹰女神，票数第一名为宋茜。一点资讯官方播报，海外网消息，海外网10月15日电，据实时统计数据，截至北京时间10月15日6时30分左右，美国累计确诊新冠肺炎病例8144974例，累计死亡220740例。与前一日6时30分数据相比，美国新增确诊病例61626例，新增死亡病例1028例。据环球网国内消息，10月13日夜间，一艘货船在琼州海峡附近翻沉，10名船员遇险。中国交通运输部南海救助局紧急出动，南海救102轮逆风救援，目前已搜获7名遇险者，其中2人无生命体征。据观察者网消息，据美国彭博社10月13日报道，特朗普政府可能将对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发起制裁。报道称，随着近期中美关系不佳，中航工业可能成为继华为、TikTok 和 WeChat 之后又一个美国政界人士想要利用并打击中国影响力的目标。今年6月，特朗普政府已将中航工业列入中国军方控制或拥有的公司名单中，宣称他们与中国军方有关联。一点资讯官方播报，截至今日6时，全球累计确诊38414631例，现存确诊870万048例。中国以外今日新增确诊335221例，累计确诊38403431例，累计死亡1087660例。国内现存确诊440例，现存疑似5例，累计确诊91388例，累计死亡4746例。据新京报快讯，今天下午，北京召开第169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北京市卫健委新闻发言人高晓军表示，为进一步提升核酸检测能力，在11月底前，北京全市检测能力将达到60万份每日以上。同时，呼吁广大市民有序接种疫苗，选择在居住地附近的预防接种门诊进行预约，不要多点预约，避免浪费资源。一点资讯官方播报，新京报快讯，据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官网消息，近日加拿大领导人和个别高官发表错误言论，对中方妄加指责。中国驻加拿大使馆发言人就加方发表涉华错误言论发表谈话，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加方企图混淆事实，这完全是徒劳的。加方应该直面以下的基本事实和问题：一是为什么至今不敢承认近2年来中加关系遭遇困难的起因是加方无理拘押并没有违反任何加拿大法律的无辜中国公民孟晚舟；二是在美国众多盟友中，为什么单单只有加政府同意配合美抓捕孟晚舟；三是为什么加方在孟案信息披露问题上遮遮掩掩，想方设法阻止公开更多涉案文件。我们再次强烈敦促加方纠正错误，立即释放孟晚舟平安回中国，消除中加关系发展的障碍，为两国关系重回正轨创造条件。一点资讯官方播报，界面新闻消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10月14日消息，葡萄牙总理安东尼奥·科斯塔今天宣布，该国将进入灾难状态，称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在周3的内阁会议后，科斯塔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疫情进入紧急状态，我们可以将葡萄牙的疫情演变归类为严重疫情。
该声明赋予了政府特殊权力，可以采取额外措施，试图遏制病毒的传播。科斯塔表示，将立即实施额外的疫情限制措施，即将公共场所、商业场所或餐馆的集会人数限制在5人以内。在学校和大学将禁止庆祝活动和非学术活动，婚礼和洗礼等家庭活动将限制在最多50名客人。据界面新闻消息，截至10月14日14时，全市已排查到密切接触者532人，全部实行集中隔离观察，并完成2轮核酸检测。除首轮检测中9人核酸检测结果阳性，并已及时发布外，其余均为阴性。全部完成第3轮核酸采样工作，已出结果351人均为阴性。已排查到密切接触者的密切接触者269人，全部实行集中隔离观察，并完成2轮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全部完成第3轮核酸采样工作，已出结果89人均为阴性。一般接触者859人，全部完成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医疗机构工作人员、住院病人及陪护人员205494人已完成核酸检测采样，已出结果199184人均为阴性。社区人群8080925人已完成核酸检测采样，已出结果4716819人均为阴性。据环球网消息，港媒刚刚消息，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办公室今日表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阴性。无线新闻称，香港管弦乐团有乐手初步确诊，曾观赏其中一场表演的林郑月娥因此接受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阴性。一点资讯，官方报道。界面新闻消息，据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网站10月15日消息，10月13日，加拿大领导人和个别高官发表错误言论，对中方妄加指责。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孟晚舟事件是美方为打压中国高科技企业和华为公司而一手炮制的严重政治事件，加方扮演了帮凶的角色。美加两国滥用双边引渡条约，对一位无辜的中国公民任意采取强制措施，严重侵犯了中国公民合法权益。加方在孟事件上的所作所为，才是真正的任意拘押和胁迫外交。对此，14亿中国人民、国际社会以及加美不少有识之士都看得清清楚楚。一点资讯，官方报道。观察者网消息，据新加坡联合早报14日报道，当地时间1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律师向最高法院提交了紧急申请，要求大法官阻止美国第2巡回上诉法庭的裁决。该裁决允许纽约检方传唤特朗普的税务记录。报道称，这是特朗普第2次要求最高法院阻止纽约曼哈顿检察官万斯获取其过去8年的税务记录。据环球时报国际消息，随着印度的排灯节即将到来，为了与广受欢迎的中国制灯具展开竞争，印度计划超过 3.3 亿盏牛粪灯，并称以牛粪为原料的产品有巨大的未开发的潜力。综合印度报业托拉斯等媒体报道，当地时间12日，印度全国牛粪委员会主席凯瑟里亚表示，他们计划在排灯节前生产 3.3 亿盏牛粪制成的环保灯，来抗衡中国产品。生产工作已经开始，我们的目标是排灯节前造出 3.3 亿盏。